没错，要不是当年掀起天古浩劫，这位通天墓主人的实力怕是最为无限接近无上之境的存在。而随着天古浩劫之后，这位通天墓的主人就此下落不明，在这千万载的时间里还未见到过他的影子，又或者是已经陨落了。这位通天墓的主人其实还与大咒传说级别的无上法神关系颇深，平时无上法神也会经常来此处做客。先不说无上法神会不会留下什么神物和机缘，就单单是通天墓里面的宝藏都是极其强大的诱惑存在。众人在听到这位通天墓的主人与无上法神还有一层关系时，他们的内心无比的震撼，也知晓了为什么不朽风兰这位新任族长会如此这般大张旗鼓的要与他们合作。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大能者所在的通天墓中，即便陨落了，定然遗留诸多宝物和机缘，当然也会布下强大的大阵，预防外来人进入。一位实力比老神族长还要强大，并且与那位大咒传说级别的无上法神又有着一层关系，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而经过不朽之眼的探查，通天墓的周围有一道非常强大的神法大阵，仅凭我们不朽神族等一众神灵还是无法将其破解，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与你们一起联手组成小队的原因。不朽风兰一字不差地将他这次前来的目的道出。在这无灵地带中居然还存在着一处通天墓，而在这通天墓居然就连不朽风兰神族长都如此的垂涎，看来也的确也是大家突破的好机会。萧炎暗自呢喃一声，那么我们大家在通天墓中获得的宝物也当属于他们自己吧。这个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就怕没有提前说好，到时候发生争夺可就损失大发了。而且萧炎也相信不朽神族长前辈，他不会是一个过河拆桥的神灵。不朽风兰笑了笑，他早就知道萧炎会这样问，便答道：那是当然，通天墓的遗落宝藏当然属于大家，只要你们有自己的机缘，那么都属于各自的，我们并不会阻止。通天墓中只有一样东西吸引我，当然你们想要也可以拿出实力来。众人看着不朽风兰那神态自若的姿态，根本不怕大家会与他争夺那一物，甚至他还很希望大家能够拿出强大的实力与他争夺。不朽神族长前辈果然英姿飒爽，神采四溢，您刚刚提的组成一小队之事，我愿意。萧炎率先开口，但是至于其他人愿不愿意，就看他们自己决定了。不朽风兰倒是脸上带着微笑，他的内心中不管别人答不答应，只要眼前这位萧炎青年答应了，那么其他人都自然会答应。哈哈哈，通天墓这么好的一处遗落宝藏，我们应龙神族自然也不会错过。神藏危机重重，需要一些机缘来提升自身的造化修为了。双龙尊主开怀大笑地答应下来，如果是其他什么宝藏，他们或许没有兴趣，对这通天墓直接拉满兴趣值。能在这么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缘之地，我们神元宫之人自然也很愿意。夭夭带头说话，毕竟他可是三大主母之首位，拥有话语权。至于盘龙，他乃造化神器，一些机缘对他来说并不太适合，他真正能够提升实力的，只有找到混元魄才是唯一的路径。大家都愿意，那么我们两位也同意了。在经过这段时间，发现神藏之中的对手越来越强大，我们的实力也必须得到提升。神罗殿殿主和天罗殿殿主点点头，脸上带着激动之色。有这样一件美事降临在自己的身上，谁不会愿意？见到大家都愿意，那么这个小组队也就成立了。不朽风兰对着众人微笑道：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现在就启程吧，由我带队，不要在无灵地带跟丢了。不朽风兰说完之后，他的眼神如穿越尘世的剑矢，锐利而决绝地刺入无灵地带那层迷雾重重的深渊。他身躯一晃，化作一道幽蓝的光芒，纵身投入这片无灵地带的深处。大家跟上！萧炎、夭夭、盘龙和应龙神灵们立马紧随其后，他们的步伐在坚硬的地面上激起一阵阵细微的尘埃。无灵地带是一个连神力都似乎要被一点一点吞噬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浓烈死寂迷雾，一不小心就会迷失方向。然而每当不朽风兰的脚步轻点，空间便随之波荡，形成一条条曲折的径道，引领着众人穿越这片荒芜。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身影在无灵地带中变得越来越淡，直至几乎消失在了这片荒凉之地。不知过了多久，当最后一丝阻力被穿透，众人的身影也终于抵达了无灵地带的深处。这里的景象让大家眼前一亮，与其他地方的死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这里是另一个世界。壮阔的景观在他们眼前展开，无灵地带的深处充满了某种力量的波动，这股波动让人几乎可以触摸到古老的气息。在大家的眼前出现一道古老的符文在空中闪烁，
仿佛诉说着古老的秘密。不朽风兰停下脚步，他的目光中透露出一丝期待，似乎这里就是他口中所说的通天墓所在。他的身影站在众人的正前方，其身影似乎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目光在那些古老的符文中扫过。我们已经到了，这里就是无灵地带深处的通天墓所在之地，而你们看到的这些符文，就是将通天墓笼罩在内的神法大阵。双龙尊主的龙瞳凝视着这道充满玄奥的神法大阵上，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神法大阵所蕴含的能量非常恐怖。难怪不朽神族长说，以他们不朽神灵无法破开此道神法大阵。这神法大阵的力量很特别，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通天墓主人所特意布下的大阵。造化巅峰之下的主神，怕是无人能够将其破除。盘龙对着这道神法大阵仔细地分析了起来。没错，这就是叫你们一起来的原因。如果这神法大阵在鼎盛时期，即便拥有3位造化主神和10位大道主神，都无法撼动其神法大阵丝毫。可是这个大阵似乎也一样受到了神藏中的那股神秘力量影响，存在于神藏中的所有大阵似乎都被削弱了，包括通天墓主人所留下的大阵也是如此。不朽风兰沉声道：“又是那一股神秘力量，这力量究竟是什么？为何连如此强大的神法大阵都可以一点一点地被侵蚀削弱？”众人极其震惊与好奇。我想那股神秘力量应该就是神藏的最终秘密。不朽风兰身为不朽神族的新神族长，他的智慧会比其他高阶神灵都要高出很多，所以在第一次感应到有这一股神秘力量的存在后，他就对其进行了深度的分析。刚刚就是他所分析出来的最终结果，神藏的最终秘密。萧炎对神藏了解的也不多，对神藏的最终秘密更是了解甚少，一团团疑云缠绕在他的心中。神藏很不简单，这里不仅存在着丰富的机缘和宝物神器，同样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不过神藏最终的秘密还是需要我们去揭晓。让一位不朽神族长都觉得神藏不简单，那就说明这个神藏中存在着很多关于大咒的一些更深层次的秘密。通过不朽之眼，其实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神藏的最终秘密应该是揭开神藏之谜的关键。只要揭晓了那股神秘力量，那么神藏的所有关联线都会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届时就是真相浮出水面的那一刻了。闻言，众人也非常认同不朽神族长的观点，他们其实也一直觉得神藏并不简单，可现在看来，不简单已经不足以描述神藏的真面目。或许在这个真面目的背后，将会是超脱众人连想象都无法想象的秘密。不管这神藏隐藏着神秘最终的秘密，相信我们一定会等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刻。萧炎用他自己的强大信念来表达他那永远不会放弃的精神，在萧炎这一番话的激励下，给众人也起到了一些作用。其实他们也意识到了，特别是双龙尊主2位，他们在萧炎身边待久了，会发现自己的神性似乎都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自信，更加坚毅，就仿佛追随萧炎会在不知不觉的让他们的神性会发生天然的改变，褪去了冷酷无情，增加了自信光芒。各位，我等下会用不朽不灭大阵来破开这里的封印，不过启动这个大阵就是需要你们2位造化主神、4位大道主神和我们这般6位大道不朽神灵一同站在大阵的特定位置，以我为中心。我会通过大阵的规律将不朽之力灌输在你们的体内，到时候你们就催动自身全部的神力即可。在不朽风兰那如同深渊凝视的眼神下，萧炎他们的脚步也变得异常沉重，仿佛踏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好，一切听不朽神族长前辈安排。萧炎沉声说道。旋即大家的神色格外的凝重，不敢有丝毫大意，紧随着不朽神族长的眼神引导，迅速地各就各位阵法的站位。不朽神族长如同远古之神复苏，他的气场霸道而深邃，站在双龙尊主的中间并肩而立，在大阵的中央形成了不可撼动的核心。3位的身姿宛若定海神针，稳稳地定在了阵法的枢纽，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神光将四周映照得比白昼还要光亮耀眼。萧炎、盘龙2位神殿殿主宛如这道阵法的守护神者，环绕在外围，他们的眼神坚毅如铁，手中的武器在手，犹如临战的勇士，随时准备挥洒神力。最后6位大道不朽神灵则如星辰点缀在天际，各自占据一方，他们的存在本身即是大阵的一部分，不朽神灵的气息与不朽不灭大阵的脉络紧密相连。115瑶、苏有薇和小龙与寒吞吞他们站在阵法之外，眼神中满是敬畏与期待，他们静静地凝望着远处，仿佛能感受到萧炎他们每一次神力的涌动，每一次大道规则的交响。不朽风兰身姿挺拔，双眸如同深渊般深邃，他缓缓抬手，
空气中泛起涟漪，仿若石头进湖，激起层层能量波纹。那力量是如此的古老而又强大，仿佛连天地间的气息都为之站立。此时此刻，阵法内众人的呼吸与大阵的节奏同步，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奇迹而屏息。随着不朽风兰的动作，一道道阵法的线条自地面、空中乃至虚无中浮现，散发着悠悠的阵法之光，宛如细丝，在众人眼前跳动，编织出一幅幅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这些线条在不朽风兰的引领下，逐渐凝聚成一个巨大的阵图，它漂浮在半空，散发出柔和而又刺目的光芒。众人注视着这一幕，心中充满了敬畏与虔诚，他们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慌，只有对即将到来的奇迹的期待，并且以阵法中的规律，一股神圣不可侵犯的不朽之力冲入了大家的体内。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股不朽之力在自己的体内游走，似乎要将他们与这个大阵融为一体。大阵光芒之中，不朽风兰的身影若隐若现，他的袍袖轻轻飘扬，每一次挥手都带着造化巅峰的威严和神圣。他的神情庄重，目光如炬，仿佛能洞察一切虚妄，洞悉所有的真理。在这一刻，时间似乎凝固，空间变得扭曲，所有人的心跳都在同一频率下齐齐跳动。阵法的启动仍在继续，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大阵中酝酿，它在众人的感知中变得越来越强烈，直至最后，仿佛能触摸到那股力量的实质。它既是保护，也是引导，让每个人都能在这股力量的庇护下，见证不朽神族这道强大的神法大阵。萧炎和盘龙等的面容庄严肃穆，仿佛承载着一种使命。大阵的轮廓刚被勾勒出来，便显得庄严而神圣。不朽风兰高举着通体泛着幽光的不朽法杖，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天地间回荡，犹如神谕降临。大阵雏形已成，就是现在，注入你们的全部神力。萧炎、盘龙两位神殿殿主几人紧闭双眼，双手呈托天之势，深吸一口气，随即爆发出自身全部的力量。在他们的周身，神力如同沸腾的海洋，浩瀚无垠，磅礴的力量化作一道耀眼的光芒，彼此的神力在这一刻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能量之体。3道造化神力如同3股强悍的洪流，与10道大道神力汇合，13道神光如同13柄利剑，直刺云霄，冲向这不朽不灭的大阵之心。轰隆！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天空中仿佛被撕开了一道裂缝，释放出一道璀璨夺目的光芒。这光芒之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它在空中肆意舞动，如同一只觉醒的神兽，张牙舞爪，咆哮着要将这片天地吞噬。大阵之中的众人身影在这光芒中显得渺小，然而他们的神力却成为了推动这道光芒爆发的源泉。在这神圣的一刻，他们每个人都是大阵的神者，用自己的力量点燃了这个不朽不灭大阵之光。大家继续加速神力的释放，不要有所保留。启动这个不朽不灭大阵，就是需要更磅礴的力量注入，不然一旦无法启动这道大阵，那么我们必定会被此阵法反噬重创。为了让不朽不灭大阵能够顺利的完成，不朽风兰这时认真的提醒了一句。众人闻言点点头，将自身所有的神力催动注入那大阵之眼中。很快，在那道光芒之中，阵法的纹路逐渐清晰，仿佛一幅巨大的画卷在天空中缓缓铺展，等待着最终的完成。当大家最后一丝的神力融入阵法后，整个世界似乎都为之震动，那光芒如同新生的太阳，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灵，也预示着这道不朽不灭大阵即将成型。轰！在这片天地上，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响彻云霄，仿若不朽不灭之音在无尽虚空之中回荡。空间瞬间发生强烈的波动，仿佛镜面碎裂一般，那是一种永恒且强大的能量波动。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的心脏都为之紧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即将上演的壮观。不朽不灭大阵已成，去破了那道神法大阵。不朽风兰充满兴奋与激动的声音突然响起，犹如一道惊雷在众人耳边炸开。随之而来的是那不朽不灭大阵中释放出的恐怖能量，它们汇聚成一股无形的洪流，朝着那道通天幕主人布下的神法大阵急冲而去。在这一刻，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碰撞的焦点，瞬间空气都在为之凝固，时间也在此刻按了下暂停键。然后一声几乎可以触摸到的极致破裂轰鸣声猛然爆发，只听轰的一声巨响，2股力量的冲击点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光华四溢，照亮了无垠地带的深处。人们仿佛能感受到那能量的震撼，心脏随着爆炸的余波而强烈跳动，并且将众人的神魂震得几乎要脱离躯体。